FIBA 大杀器归来，詹杜库老而弥坚挑大梁。美国男篮巴黎奥运首秀大胜塞尔维亚，年轻球员不让上场，字母哥惨遭围剿。加拿大预定奖牌，威少加盟掘金，历史3双王联手。球场之外，胖杰还在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灌篮的胖杰。北京时间7月29日凌晨，在里尔的皮埃尔莫卢瓦体育馆，美国男篮迎来了巴黎奥运会首秀。他们在詹姆斯、库里和杜兰特3位年龄35加的老将带领下，以110比84大胜塞尔维亚，取得开门红。即将年满36岁的杜兰特几乎完成命中率100%的完美演出，9投8中，得到全队最高的23分，其中外线远投5中5。39岁的詹姆斯贡献21分7篮板9助攻，两位年龄最大的球员得分都超过了20分，真可谓老当益壮。塞尔维亚队的实力和美国队不在一个档次。在奥运会之前的5场热身赛中，美国队的表现一般，杜兰特则始终没有露面，让很多球迷猜疑他的身体是否出了状况，开始为美国队的奥运前景担忧。在那5场热身赛里，美国队赢得最多的一场就是对阵塞尔维亚，比分是105比76，很巧合，也是净胜了26分。到了正式的奥运会小组赛，美国队在心理上已经建立了巨大的优势。尽管塞尔维亚队中有上赛季 NBA 常规赛的 MVP 球星约基奇，杜兰特替补出场的优异而稳定的表现，让球迷们打消了疑虑。他不仅是全队得分最高的球员，而且前8次出手全部命中，半场就拿下21分，不愧是美国队的奥运会总得分第1人。他还在延续着自己的这一记录。詹姆斯的发挥也很棒，攻防两端表现出来的强硬程度，让人根本不会想到这是一位年底就将年满40岁的球员。老詹全场比赛得到全队第2高的21分，且取下7篮板9助攻，直奔3双数据而去。就在几天前，美国队中还疑似出现内讧，恩比德大言不惭地对媒体声称詹姆斯太老了，言外之意他才应该是最受重视的球员，他才应该是球队核心。老詹的表现可以让恩比德闭嘴了。事实证明，詹姆斯能够当美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，也能当这支球队的老大。詹杜库中的另一位老将，已经年满36岁的库里的得分也上了双，拿下11分。此外，霍勒迪收获15分，而恩比德的数据才是4分2篮板。约基奇拿下了20分5篮板8助攻，不过他看起来没有尽全力，明知道打不过美国队，还不如流利对付小组赛中另外2个对手。比赛中经常出现约基奇和美国球员交谈的镜头，约老师和对面阵中的队员都很熟，大家在 NBA 联赛中见面的次数要远高于他和塞尔维亚队友间的见面次数。美国队没有让球迷们失望，显然热身赛时他们对实力有所保留，接下来他们将全力为卫冕而战。接下来的2个小组赛对手分别是热身赛1分险胜的南苏丹和波多黎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此之前南苏丹90比79击败波多黎各，但这场比赛新晋总冠军球队绿凯老大塔图姆、东部新贵步行者老大哈利伯顿全部坐穿板凳，没有得到1秒钟的上场时间。难道2人跟科尔有矛盾了？塔图姆亲口回应身体没有任何毛病，不然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哪怕大局已定，科尔宁愿让库里、詹姆斯2个年龄35加的老头在场上，也不肯派塔图姆、哈利伯顿进行巴黎奥运会赛场初体验。有一种说法是詹杜发挥太好了，塔图姆才没有上场时间，但这个理由稍显牵强。KD 詹姆斯总共加起来74岁的老头，别人早该退役的年龄，他们却仍是支柱。说实话，2人打得越好，越为美国男篮的未来感到担忧。巴黎奥运会是 KD 詹姆斯还有库里国家队生涯最后一舞，年轻球员目前只有华子能顶上来。或许当这3位顶流全部退去之时，就是美国男篮统治力丧失之日。如上述所说，美国男篮的未来终究是年轻人的，不可能老是依赖詹杜库打天下。所以为了长远角度考虑，在确保胜利情况下，是可以多磨练下哈利伯顿、塔图姆这些新生代和中生代。而另一边，小组赛 A 组的对决，加拿大对阵希腊。加拿大队第3节一度领先16分，希腊队第4节追到了只差2分，最终加拿大队86比79险胜希腊队。第1节开始之后，希腊队进攻端表现不佳，加拿大队这边亚历山大、巴雷特、迪龙火力全开，多点开花，以22比9拉开了比分。帕帕尼古拉乌3分开火，希腊队打出攻击波，追到了2分分差，穆雷2发全中。加拿大队以26比22结束第1节。第2节打了4分多钟，加拿大队再次建立2位数优势，希腊队追分，加拿大队重新拉开比分，以48比38结束上半场。第3节开局阶段，分差来到了16分，希腊队好不容易追到了个位数分差，加拿大队带着领先以68比60结束第3节。第4节，希腊队追到了4分分差，加拿大连得8分，希腊队一波10比0的攻击波，2分分差，亚历山大挑战字母哥，薅头拿下2分，最终加拿大队以86比79拿下了比赛。希腊队字母哥34分5篮板，帕帕尼古拉乌17分，加拿大队巴雷特23分，迪龙14分5篮板，多特8分，亚历山大21分5篮板7助攻。
鲍威尔6分4篮板，穆雷8分。字母哥可以说是希腊队的全能王了。这场比赛他个人数据出色，全场命中率高达 64.7%， 三分球也有12罚12中，可谓无可挑剔。但遗憾的是，除了他之外，球队其他球员表现不太理想，只有帕帕尼古拉乌一人得分上双，全队出手59次仅命中23球，三分球命中率更是只有 28.1%。这样的数据，想要战胜实力强大的加拿大队，难度可想而知。相比之下，加拿大队可谓全面发力，他们的三大巨头包括巴雷特、迪龙和亚历山大，合计贡献了58分、14篮板、11助攻，表现出色。其中巴雷特23分3助攻4篮板，迪龙14分5篮板，亚历山大21分7助攻5篮板，可谓各展所长。此外，替补席上的穆雷也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，这意味着加拿大队还有更大的爆发力。综合来看，加拿大队这支球队实力确实比希腊队更强大，这也从正负值体现出来。多尔特的正负值高达+26，虽然奥运会还有后续比赛，但加拿大队已经基本锁定了奖牌，应该不会有人对此有异议了。他们拥有 NBA 级别的首发阵容，在国际赛场上优势明显。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高手过招，字母哥虽有出色发挥，但无奈队友衬托不足，最终不敌加拿大队的整体实力。对于这支加拿大球队来说，夺金的可能性很大。奥运会篮球赛道上，他们无疑是最大黑马。至于希腊队，能进入前3也算是不错的成绩了。总之，这场比赛堪称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。是啊，这次比赛可以说是3教9流的较量，一个是篮球巨星字母哥带领的希腊队，一个则是 NBA 群星荟萃的加拿大队。老实说，很多人都认为希腊队凭借字母哥的出色发挥能够轻松战胜加拿大，没想到结果竟然大逆转。究其原因，除了字母哥独木难治之外，希腊队其他球员确实没能发挥应有实力，尤其是在进攻端，出手59次仅命中23球，这种低效率的攻击令他们始终难以缩小差距。相比之下，加拿大队三巨头巴雷特、迪龙和亚历山大合计贡献58分，可谓独当一面，吞噬了希腊队的防线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即便加拿大队的替补席上还有穆雷这样的大将尚未完全发挥，他们的实力已经远超希腊队。从正负值来看，多尔特高达+26，可见加拿大队的整体实力之强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这毕竟只是小组赛，希腊队还有机会在后续比赛中扳回一城。但要知道，在奥运会这种高水平赛事中，想要从实力强劲的对手手中夺冠并非易事。以加拿大队目前的状态，夺金无疑是大热门。因此，这场比赛的结果也基本确定了奥运会篮球赛道上的局势。加拿大队势不可挡，他们有望最终捧起奥运冠军。至于希腊队能否拿到奖牌，还需看后续表现。不过，对于球迷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场精彩绝伦的篮球盛宴，让人流连忘返。进入休赛季后，丹佛掘金的运作可以用失败来形容。他们先是交易了雷吉、杰克逊，关键是掘金没有从黄蜂得到任何东西，等于是换了个空气。这波操作当时引起了众多吐槽的声音。而自由市场大门开启后，掘金居然又放走了波普，后者以3年6600万美元加盟了魔术。波普的合同算不上大，没想到掘金这都无法匹配。这或许就是小球市的无奈之处。掘金管理层为了节约薪资空间，用尽了一切办法。目前加马尔、穆雷还没有续约，他大概率会追求超级顶薪。到了明年休赛季，阿隆、戈登也将面临续约，估计大合同还是跑不了。综上所述，这就是掘金放走雷吉和波普的原因。管理层在为将来做打算。不少球迷认为，掘金自从夺冠后每年都在变弱，下赛季他们将彻底失去竞争力。但是时真的如此吗？就在今天，掘金又签下了一人，他便是威少。据名记 Shams 报道称，威少已经度过了澄清期，以2年680万美元加盟了掘金，其中第2年为球员选项。威少之前曾被快船交易到爵士，接着被爵士裁掉。掘金是全联盟里唯一对威少感兴趣的球队，甚至约基奇还亲自发起了招募。加盟掘金后，威少这次穿的是4号球衣，之前为奇才效力时穿的也是4号。随后掘金也官宣签下了威少，还在社交媒体上对威少表达了欢迎。配文写道：欢迎历史3双王和 MVP， 让我们大干一场。恭喜威少再次找到了新工作。上个赛季，威少场均数据为11.1分、5.0篮板、4.5助攻，命中率为 45.4%。威少本来是快船的首发控卫，但后来哈登加入，快船4巨头无法兼容，特别是威少和哈登打法冲突。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看到了，是威少主动做出牺牲打替补，快船这才有所好转。遗憾的是，尽管威少做出了巨大的让步，可休赛季快船还是决定要交易他。之前曾有过报道，快船放弃威少的原因是想引进一位能防守的控卫，后来他们得到了邓恩。威少无疑能大幅提升掘金的实力。首先，雷吉被交易后，穆雷没了替补，威少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有球迷认为威少在掘金会打首发，这显然不现实，因为威少合约机器并不兼容，只有继续打替补，威少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。其次，掘金这2年失去了布鲁斯布朗，
杰夫·格林和雷吉3个重要的替补。威少加盟前，掘金的替补已经没法看了，几乎没什么能打球的人，像斯特劳瑟、沃特森和布劳恩都不靠谱，而威少将为掘金替补注入强大的动力。根据 NBA 的大数据统计，生涯至今威少已经拿到了199次3双，是 NBA 历史至今名副其实的3双王。排名第2的是罗伯特森181次，第3是魔术师138次，约基奇排在第4位，3双次数130次。约老师才29岁，以他地板流的打法，巅峰期应该还能维持4到5年，就算每个赛季拿到15次3双。如此来看，约基奇未来有超越威少的希望，因为威少的3双次数很难再增加了，即便无法超越威少，但超越罗伯特森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历史2大3双王强联手，不得不说，威少的经历令人唏嘘。要知道他前年的薪资还高达4707万美元，如今只能拿底薪。从某种角度来讲，掘金就是威少最后的机会了，因为知道威少将被快船交易后，除了掘金外没有球队愿意签下威少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如果新赛季威少在掘金打得不好，明年休赛季他有可能无球可打，被所有球队给抛弃。综上所述，希望威少能在掘金重新证明自己吧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掘金或许会因为威少的加盟实力大增，继续冲击总冠军。本期视频就先讲这么多，如果你喜欢胖杰的视频，记得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